截止到2025的11月，多个平台的热门国漫再度加速更新节奏。接下来，豆豆就从进度、影响因素到完结时间，带大家理清一下12部受众大、完结周期明确的国漫。第一部《诛仙》，《诛仙》目前已经更新了3季，总共78集。官方已经明确第4季将是最终章，以及剧场版《诛仙10年殊途》的制作计划。诛仙作为腾讯重点扶持的仙侠 IP， 近年来产能一直十分稳定，并且口碑一部比一部好。第3季对应了小说进度75%到80%左右，剩下的剧情主要是倒悬入魔、鬼王发动4灵血阵、张小凡执掌诛仙剑、终结危机等内容。诛仙第4季和剧场版改由腾讯全资并购的百漫文化制作，按照百漫文化近年来的制作看，单季26集，差不多12到15个月的制作周期。第4季预计2026年底上线，2027年初全片就能完结。剧场版或许会在2027的暑期档同步上映。虽然剧场版的制作可能会分散一些团队的精力，但时间线上不会有太大的偏差。第2部《斗破苍穹》，斗破年番已经更新到了173集。萧炎争取小丹塔长老位置的剧情是原著进度的88%左右。最终的双帝之战也已经官宣，将拆分成上下2部制作。作为玄幻修仙类的超大 IP， 斗破也曾经有过属于它的风光，但因为魔改剧情和粗制滥造，如今制作方和平台给观众的感觉都是急切的想要将其完结。按照目前年番的集数和更新速度来看，预计明年8月左右正片将全部完结。至于双帝大战，将以剧场版的形式最后再圈一波钱。第3部《完美世界》，目前完美世界更新的集数剧情对应原著65%左右。作为腾讯男频玄幻头部大作，完美世界未来也将继续以年番的模式推进。制作方靠工业化产能，将单集周期控制在20天之内，按照每年60集左右的更新，剩下30%多的内容大概需要150集左右。但原著中后期的边荒战、9天实地等大场景较多，若是想要追求特效上的完美，制作上可能就需要放慢节奏，预计能在2028年到2029年完结。第4部《凡人修仙传》，凡人修仙传的年番即将结束，目前下一季的新年番已经官宣，将于2026年的第2季度更新。新年番对应木兰之战篇章，凡人目前年均更新50集，进度仅为原著的27%，后续还有灵界、仙界大量篇章。而影响凡人更新的核心则是它的体量和产能。制作方同时还要推进少年歌行，产能分配上也可能拖慢节奏。不过官方已经说了，人界篇和灵界篇将双线并行，可以大大缩短工期。但按照目前的进度来说，凡人想要完结大概还要个15年以上，预计在2040年前后完结。若是将仙界篇改编以及制作再度升级的话，再往后推个5到10年也是有可能的。第5部《斗罗大陆之绝世唐门》，绝世唐门已经更新到了120多集，对应原著进度超75%。作为斗罗大陆的续作，绝世唐门虽然没有第1部那么耀眼，但在制作和更新上也从来没有拉胯过。制作方曾在直播时提过会在2026年底完结，绝世唐门只剩下日月帝国战争这些收尾的内容。按照年均50集左右的节奏推算，26年底完结很合理。不过据说衔接结尾的神界传说大电影将定档2027上映，到时候也有可能让动漫同步2027年完结。第6部《牧神记》，牧神记原著全文一共1931章，目前年番已经更新到56集，但剧情仅仅是原著进度的9.5%左右。牧神记在前些天已经宣布是不断更年番，将保持周更稳定输出，但按照原著的庞大内容体量，后续还有大量的剧情需要展开。按照目前的改编进度推算，2035年大概能够完结。但牧神记以暗黑国风出圈，这种画风的单集成本比普通玄幻动画要高，平台后续能否一直加大投入，甚至在后续成绩不理想时又是否会转成季番，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制作周期。所以豆豆猜测牧神记大概率会在2035到2040之间完结。第7部吞噬星空，吞噬星空年番目前更新到了190多集，对应原著进度60%左右。作为腾讯的科幻国漫标杆，罗峰凭着自己的正道发邪，在众多优秀国漫中杀出了一条血路。按照目前周更的年番节奏推算，剩余15篇左右的剧情，预计2028年能够顺利完结。
不过若是动漫要算上原著续作的话，时间可能还要再往后推。第8部遮天，遮天目前更新到136集，仅仅只有原著进度的30%左右。遮天原著篇幅高达636万字，后续还有黑暗动乱等大量核心篇章等待改编。按照遮天目前年番1年50到55集的节奏推算，剩余的内容起码还要400集以上，预计要到2031或者32年才能够完结。但制作方同时还要负责另一部作品，再加上复杂的特效等原因，完结时间很有可能还会再往后推。第9部仙逆，仙逆目前已经更新到了115集，仅仅只覆盖了原著28%左右的内容。有赖于今年异常优秀的成绩，仙逆已经获得了3亿追加投资提速，并且官方已经确定仙逆为不断更年番。不仅如此，官方还预留了350集的制作计划。按照目前周更的节奏推算，想要完整呈现出原著2000多章的内容，还需要6到7年的时间。按照提速后年均更新80集来看，仙逆大概会在2032年到2033年完结。当然，若是按照目前精雕细琢的风格来算，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而若是后期大幅度压缩剧情，也有可能会提前一点完结。第10部玲珑，玲珑第2季已经在今年8月收官，第3季也已经官宣，将会在2026年有新动态。目前第3季大纲已经敲定，正在打磨剧本。从第2季结尾的伏笔和第3季剧情前瞻来看，玲珑和新谜团与人类和玛雅生态的终极对抗，大概率能在第3季收尾，最多可能会再来个特别篇补充剧情。结合之前季番2到3年一季的制作节奏，应该可以在2027到2028年迎来全系列完结。第11部剑来，剑来第1季总共26集已经完结，目前第2季的26集也已经备案，预计今年年底上线。第2季聚焦陈平安、护送宝平等人远赴大隋山崖学院求学的历练之旅。制作组曾经官宣要打造横跨12年的剑来宇宙，计划推出10部精品番剧和8部剧场版来完整呈现剑来的世界观。按照制作方放的豪言，剑来预估可以在2036年完结，但目前剑来的进度仅为原著的2%，而且剑来原著以文戏加哲学思辨为主，改编起来需要兼顾剧情的流畅度和深度，脚本打磨起来比较耗时，希望最终能够按照制作方所说的计划进行。若是后续出现制作上的调整，完结时间可能会有所变动。第12部苍原图，苍原图全66集已经完整收尾，但剧情只推进到了原著的初期阶段，大概在20%到25%的进度。2025优酷动漫发布会上已经官宣了第3季和前传《东宁府的夏天》都将于2026年上映。苍原图最初就是按照短番完结规划的，它播出期间的口碑和播放量都远超预期，并未出现腰斩的风险，算是少有的按照计划完结的国漫。按照前2季的制作和播出节奏，再结合原著庞大的世界观和后续的妖族战场、时空裂缝等等，苍原图预估大概还需要6到8年才能完结。按照6年来算，大概会在2031年左右完结。不管是某破和绝世唐门的即将完结，还是横跨10多年的凡人修仙传和牧神记，我们看到的是国漫对品质的追求，以及观众对故事的期待。希望未来每一部大家的心头好都能一直好下去，也希望大家永远不会遇到像某破一样摆烂的制作方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想看的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兜兜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